自从有了 CRS， 不少国家的富豪开始烦恼自己资产的问题，并纷纷将钱转向其他非 CRS 国家，或转变为非金融资产，如房地产、珠宝、贵重金属等物品。也因为这样的趋势，间接导致许多国家的房产持续飙涨，而这也包含了美国。CRS 刚出现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宣称不加入 CRS， 因此《时代》杂志曾大胆预言美国将会取代瑞士，成为下一个免税避税的天堂。川普上任后，更实行了许多减税及免税的政策，更促使了大量的资金涌入美国。这时候大家就会有疑问了，美国不加入 CRS， 就不怕国民在海外的资产会不诚实申报吗？其实美国有自己的肥卡法案 FATCA。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国税局取得美国纳税居民在海外金融机构的账户资讯，以遏止美国纳税义务人利用他国账户隐匿资产。而 FATCA 跟 CRS 最大的不同可以简分为3点：不同的信息交换模式。CRS 是基于完全互惠模式的自动信息交换 ，FATCA 则包括2种合作模式，由缔约国政府承诺向其金融机构搜集信息，并自动移交给美国国税局，要求缔约国的金融机构直接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纳税人的账户信息。两者的执行标准不同。CRS 对金融机构的调查与报告做了统一的规定，承诺实施的国家或地区将采用单一标准。FATCA 为美国国内法案，其执行必须通过美国与各国签订协议才能执行。调查的对象不同标准。CRS 以税收居民与非税收居民界定调查对象，此概念更容易与各国现有的税制接轨。FATCA 则针对持有海外金融资产总值达一定标准的美国纳税人或机构，必须向美国国税局通报存款人的信息。看完这3点，聪明的你应该有发现，如果你不是美国国民或美国绿卡持有者，在美国的资产基本上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所以会担心 CRS 的话，在选择投资海外物件时，不妨先考虑一下美国吧。想了解更多 CRS 相关资讯，或是海外房产购买须知，以及移民和物业管理影片，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也欢迎各国移民、物业和开发商公司与我们合作。我们是环球管家。